借天染来到秘境内，一个看似寻常之地，寻常的平原，寻常的天空，感官上也都寻常的很。可借天染大袖一挥，其前方空间撕裂，形成一道入口，入口的另一端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。那天地的地貌特征与先前来看并无区别，可这片天地却是血红之色，根源乃是立于大地之上的一座磅礴阵法，阵法高达万米，通体血红，正是它将天地映射成了血红之色。虽被诡异血红色覆盖，但却是半透明状，因此能够看到阵法中心盘坐着一个人。借天，磅礴的阵法宛如心脏，有规律地跳动着，每跳动一下都有一重力量自阵法的四面八方汇集涌入借天体内。借天染先是观察了一番，旋即嘴角上扬，看来对于借天此时表现是满意的。借天染来到一处阵眼前，掌心摊开，那诡异的阵法再度浮现于掌心之上，随之一股力量融入阵眼之内，那是血脉之力，但却不只有借善仙的血脉之力，除了借善仙的还有2种血脉之力，也都颇为强大。伴随3重血脉之力的融入，那宛如心脏的阵法跳动的频率陡然剧增，而那3重血脉之力更是在阵法之内炸裂开来，瞬间充斥整座阵法。他们起初挣扎，相互排斥，欲要破阵而出，可很快发现那是无法逃脱之地，只能随着阵法的力量向借天汇集而去。可偏偏借天没有任何不适之感，伴随那3重血脉之力的融入，虚空之上风云变幻，竟有异象浮现。那是一团诡异的散发光芒的黑色物质，庞大黑暗，仿佛可以吞噬一切。在这猩红的天地之中出现这样黑暗之物，看起来颇为可怕。异象持续许久，直到那3重血脉之力彻底融入借天的体内才消散。很快，那阵法的血红之色也随着仅存力量的融入，颜色转淡，到的最后便化作了透明之色。最终阵法消散，天地恢复正常，借天也是睁开了眼眸，同时他的气息也散发出。6品真龙界灵师，但却堪比9品真龙，真实战力已达到真龙界灵师的巅峰。借天欣喜若狂，短时间内能有如此大的增进，也远超出他的预期。这种修为，老一辈的高手大部分都要被他踩在脚下，小辈当中更是将无敌于天下。他终于成为了这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小辈，甚至与其他小辈已经拉开了极大的差距。所以借天的表情可谓雄心勃勃，豪情万丈。他之前所受的屈辱和失败，他都要用实力洗刷干净。倘若预言属实，那神之时代的力量也必然要归他所有，他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。只是还来不及放出豪言，他便立刻收敛。他发现了借天染。外公，您回来了。借天看到了借天染，赶忙跪在了借天染的面前，脸上尽是喜悦。对他而言，外公便是他最重要最亲的人，而他也清楚，他此次能有如此大的增进，那是因为他的外公倾尽了7届圣府的资源，将一切都压在了他的身上。他能蜕变，全靠他的外公。感觉如何？借天染笑着问。感觉非常好，但天儿知道这一切都亏了外公。尤其刚刚我能感觉到极其强大的力量融入我的体内，这必然是外公又给我带回了好处。外公，那是神之时代所得吗？您此行神之时代，莫非已得到神之时代的力量？借天接连问道。神之时代确实得到了不小的收获，但想要获取那力量还需要一些时间，不过那力量定然是我们的，但是无需担心。至于刚刚阵法的变化，并非是神之时代所得，也算是上天对你的赐予。借天染说话间走上前去，将借天搀扶了起来，眼中尽是宠溺。那是何处所得？借天好奇询问。在借天染准备进入神之时代之前，便已将7届圣府最好的资源融入阵法之中，这突然加入的还是如此丰厚的力量，必然是后面获取的。借天染没有直说，而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天儿，有一件事是时候告诉你，其实你并非王之血脉。什么？此话一出，借天脸色大变，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外公，您是在与天儿开玩笑吧？我怎么会不是王之血脉呢？借天内心慌乱无比。从小到大，他的外公都告诉他，他拥有的是这世间最强的王之血脉。你的体内确实有王之血脉的特性，当初我们在一座远古遗迹发现了一件秘宝，那秘宝便是王之血脉的复制品。你出生之时，老父便将此秘宝融入了你的体内，之所以能够完美融合，也是因为你的血脉本身就很特殊。你也是结界血脉中传说的血脉，吞噬血脉。借天染道。吞噬血脉？借天目光变化。你可吞噬所有结界血脉，来增强你的血脉力量。理论上来说，你这血脉的上限是不弱于王之血脉的，而你刚刚能有如此增进，正是我融合了3个较为不错的血脉，他们的天赋都是极高的，
血脉也都不弱，只是受当今修武界的限制罢了。以他们的血脉和天赋，若是进入第9道天河，其成就也足以在第9道天河之内获得一席之地。戒天染道：外公，所以我这血脉真的会不弱于王之血脉？戒天并不关心他融合了谁的血脉，他只关心他这血脉的强弱。毕竟已知楚风是王之血脉，他无法接受自己的血脉弱于楚风。当然，你只是吞噬了王之血脉的副制品，都有如此实力。若是擒住楚风，将他的血脉给你吞噬，你自然会获得不弱于王之血脉的力量。而你将此道贯彻到底，绝对可以获得超越王之血脉的力量。听到此话，戒天那沮丧的心情消散许多，可一时之间仍无法接受这件事。毕竟一直以来，他都觉得他是最强的王之血脉。似是看出了戒天的心事，戒天然掌心张开，一根黑色的权杖出现在了掌心之上。这根黑色权杖霸气非凡，散发着浓烈的远古气息，蕴含着强大的远古之力，一看就非凡物。远古时期曾有一位吞噬血脉拥有者，他正是凭借吞噬血脉成为了远古时期最为强大的戒灵师之一，世人称他为吞噬大帝。戒天染道：吞噬大帝？戒天神色变化，这个名号很陌生，他确实是第一次听闻吞噬大帝的名号，可听起来好像很不简单。吞噬大帝实力极强，但他的名号在远古时期并不是特别响亮，是因为他有他的野心。远古时期公认的最强戒灵师乃是戒灵大帝，吞噬大帝为了超越戒灵大帝，一跃成为最强戒灵师，便四处搜寻可以让他变强的宝物，所以关于他的传闻远古时期并不多。而最终吞噬大帝也凭借他所收集的诸多宝物，打造了2件可以使其蜕变的秘宝，一个便是复制了王之血脉的秘宝，已融入你的体内，另一个便是他专门为吞噬血脉打造而成的吞噬权杖。只是不知是耗费心力太多，还是其他原因，吞噬大帝打造出这2件秘宝后，寿命却走到了尽头。但这倒是成全了你，你从出生那一刻便融合了那复制王之血脉的秘宝，而这些年来，老夫也一直在增强你吞噬血脉的力量。你的起步远在吞噬大帝之上，何况还有这根专门为吞噬血脉而打造的吞噬权杖。之前不肯将此物交给你，是因为你的修为太弱，但如今你的吞噬血脉已是部分觉醒，虽6品真龙，但实际已有9品真龙的实力，勉强也是能够催动这根吞噬权杖了。戒天染道：这权杖力量好是强大，若是催动，岂不是天龙之下无人可敌？戒天问：天龙之下？戒天染淡淡一笑：哪怕你以真龙巅峰实力催动，也可获得天龙初期所不敌的力量。听闻此话，戒天的眼睛都瞪得老大。天龙初期虽不敌，那他在当今修武界都可以横着走了。毕竟天龙与天神之前可都是传说啊。根据吞噬大帝留下的资料记载，你现在的实力只是能够催动，副作用肯定是有且不小，所以只是留给你保命用，非到逼不得已不可催动。话罢，戒天染将那根吞噬权杖递给了戒天。戒天以双手接住吞噬权杖，满眼狂喜。天儿不知该如何报答外公的栽培，若真要报答，便完成吞噬大帝未能完成的伟业，成为这个时代最强的戒灵师，帮助外公带领7届圣府站上这修武界的巅峰。戒天染道：天儿定不负外公所望。戒天手握吞噬权杖，以表决心。如果说之前还因为不是王之血脉有些低落，那么现在他反而有些庆幸了。也许这吞噬血脉真能让他登上更高的高峰。天儿，不是外公泼你冷水，既然要走这条路，你就必须做到足够的心狠。弱肉强食这句话，你需印在骨子里。凡是对你不利的人和事，你都需立刻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戒天染道：外公，您放心，天儿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于我而言，除了外公，这世间任何人的生死，我都不在乎。戒天说道：真的？戒天染问：我对天发誓，绝对是真的。戒天做出发誓的手势。倘若这个人是你至亲，但做出了对你外公和你不利的事，你也可以杀掉吗？戒天染问：我可以。戒天目露坚决。好，那我就让你知道，你刚刚融合的3道血脉是谁的。戒天染大袖一挥，一道身影自掌心滚落而出，那是一个老者，虚弱无比，身体宛若干尸，口吐白沫，眼球上翻，虽然还有意识，但距离死亡已是极近。此乃我同门师兄弟，世人称他为摘星道长。戒天染道：摘星道长？戒天神色微变，有些吃惊。摘星道长，他岂会不知？他趁我不在，利用圣府规则潜入7届圣府，欲救戒染清，但他低估了我，被我设下的阵法困住。此次归来，我便剥夺了他的血脉。
话罢，借天染大袖一挥，是借善仙从其掌心滚落而出。借善仙的伤势与先前没有区别，但此刻却也很是痛苦，在做某种挣扎。这位是我师尊同时期的人物，借善仙，你应该听闻过。借善仙？闻言，借天眼中金色更浓。相比于摘星道长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人物，是传说中的存在。他与摘星道长一样，想救借染清，明明是我7届圣府之人，却向着楚风，所以我也剥夺了他的血脉。话罢，借天染掌心阵法变化，又一道身影滚落而出。这是一名女子，她的样子与摘星道长差不多，形若干尸，已难辨真容。可看到这位，借天却是脸色大变。纵使眼前这位变化再多，可他却也认得出来，这是他的母亲借天念。母亲？借天此刻极力掩饰，可根本无法掩饰他的震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生他之人，而且他清楚，他母亲不是不爱他，只是从小到大借天染都将他带在身边，他母亲与他接触的机会不多而已。外公，我母亲她犯了什么错？借天问。之前，借天发现他母亲暗中帮助了楚风，扬言要将这件事告知借天染，可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了解他的外公，那件事若是被他外公知晓，他母亲绝对难逃责罚。但他母亲到底犯了什么错，会被他外公如此对待？不管怎么说，他母亲都是借天染的亲生女儿啊！你母亲也是心思歪了，她也向着那楚风，是要与你为敌。他们3人，我都给他们下了毒蛊，本想利用他们去捉拿楚风，可他们极力抵抗，宁愿将自己生命耗尽，也不愿被毒蛊所控。可见他们向外的决心是多么强，简直可悲至极。借天染道出了原因，必然是借天染自己查出了借天念，帮助楚风逃脱这件事。天儿，既然你说你可以斩杀除了外公之外的所有人，那你便证明给我看，杀了你母亲。借天染看向借天，